Hello Hello，这节课的话，我们带给大家的是一节理论知识啊，教大家去认识颜色。认识颜色的话呢，这一点是很重要的。我们要在认知到颜色的基础上，才能有助于帮助到宝贝们去调色啊，给大家呈现出来各种各样的色彩。很多宝贝的话呢，在面对于一个好看的画面的时候，我们想要调出类似的颜色，对吧？还在盲目的去调啊，就凭感觉。其实我们所谓的感觉的话，如果你对色彩已经有了一定的基本的认知和了解之后，你的这个感觉会更准确啊，它调出来的颜色会就拿捏的非常稳。那如果说我们只是盲目的啊，就这个颜色应该是占这个颜色应该能调出啥，不是，那我们再去换一个，也不对啊，再加一点这个，再加点那个，最后调出来一堆，可能都这个颜色不准确，对吧？那我们所以说要先对于这个理论啊，我们要先有一个基本的了解。那首先的话呢，可能很多都给大家去先讲色彩的3要素，但是我们先要告诉大家的是，让大家可以先去认识这个色环啊。色环的话呢，比较重要的是大家可以先不要看它什么冷暖这些啊，我们待会儿再去讲，先去了解一下这种颜色。从红色、黄色、绿色、青色、蓝色到紫色啊，到这种粉色，然后再回归到红色。那整个色环我们呈现出来的是这样的一个颜色有渐变过渡的一个效果，慢慢的呈现出来，对吧？那首先的话，其实我们要了解到的色彩的3要素，首先第一个啊，其实就是色相。其实用白话来说啊，就是我们在看到这个颜色的时候，我一眼就能看到这个颜色是一个什么颜色，也就是它的学名是什么。这是个橙色，这是个红色啊，我对这个色彩的感知，这个是一个，我觉得它是蓝啊，我觉得这个颜色是青，这个颜色是绿啊，这个就是它所谓的色相。那色相我们了解到以后的话呢，下一步骤啊，我们要先去了解它的什么叫做互补色，什么叫做邻近色啊，类似色和对比色啊，这些的话我们先要去了解。互补色的话，就是在色环当中，它的180度相对应的这个颜色就是它的互补色。那也就是说，红色我们对应到的这个颜色，对吧？这样的一个蓝。那橙色的话，我们直角下来啊，就是一条直线180度嘛，就是一条直线，对吧？它所对应的这样的深蓝色。黄色对应到的这样的啊，有点发紫了，这样的蓝色。那绿色的话，我们对应到的是这样的紫色，对吧？这个就是它的一个互补色。那我们要认知的一点啊，就是互补色在色彩的理论当中，它们两个互相调和的话，会使颜色发灰啊。也就是说，颜色我们在每一个颜色在加入互补色中之后，它的颜色会发灰掉啊，这个我们过后再来讲啊。先去知道什么叫互补色了之后啊，我们再去看什么叫做对比色。对比色的话，就是在色环当中，我们120度到150度之间这个夹角，它们两个颜色，这个就叫做对比色，也就是我们大家都比较熟识的一个红色配绿色，对吧？红和绿，它们两个就是对比色。绿色和蓝色啊，蓝色和红色，这个都叫做对比色哈。我们再来回头看这个色环。色环当中，红色对应的绿色，对吧？那它旁边相对于这个橙色，我们就要对应的是这种青绿色了，对吧？黄色的话呢，我们需要对应到的就是这一边的颜色了啊，这样的更蓝一点的、更深层次的。那绿色的话，大家都知道它已经是对比的是这样的蓝色。是这边的蓝色，黄色是这边的哈。那然后是我们逐渐往这一边去，就是依次而言啊。像蓝色对应，大家可以看这个夹角啊，看这个夹角，然后的话就是依次往过去来，就可以是这样的。蓝色对应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发粉，有点发红这样的颜色，对吧？那它跟黄色之间也是这样的一个夹角，对吧？我们就依次去对比就可以了。然后逐渐，这边是偏紫一点的，偏紫一点的话就还是跟橙色，对吧？就它们两个也是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对比色，对吧？那好，我们认识好对比色之后的话，再来看它的邻近色啊。邻近色的话，就是它们两个颜色是比较接近的，就是它们两个的色系的话是很相近啊，就是在色环当中两个颜色挨得很近。
那大家可以来看这一张图啊，这个就是一直从我们的姨妈色啊，这样的红色、血红色啊，到酒红、红棕、复古红，都是各种红色系、红色调，对吧？然后它一直到玫红啊，这种小粉红，对吧？小蜜桃色、小豆沙色，一直到这样的浅粉色、烟粉色，一直过渡到裸色。这种的话，就是它们整个这一排下来，颜色是渐变过渡的效果。这样的颜色的话，是临近色。相似的话，就是两个颜色是非常接近的。啊，这一点的话，就是它们两个的区别不是特别大啊。那我们再回归到这个色盘当中，也就是说红色一直到这个紫红到粉色啊，这一个地方就是它的临近色，对吧？那其实说红色往这边偏橙，往这边偏黄，它这边的话也是一个临近色，对吧？就是它们之间的话是循序渐进的一个渐变过渡的效果。然后的话，再到这一边，直到绿色和我们的青绿色。对吧？一直到这边的蓝色，然后是蓝色和到这边的深蓝，一直到紫色啊，它们之间是一个这样的关系，就是临近色。它在色环当中的话，是我们的30度到90度的一个夹角啊，这样的话是30度，对吧？然后这样的话是一个90度，就它们两个之间的这些颜色，这些夹角之间的这些颜色啊，或者说这一些颜色，那临近色。这种它们两个互相去调色的话，只会得到一个它们两个中间的一个中间色啊，红色和黄色去调就是得到橙色，红色和橙色去调会得到一个橙红色啊，就是这个原理。这个的话，一般大家来说都是知道的，对吧？那我们认识完这一个颜色之后的话啊，接下来再给大家去讲，我们回到我们最初的色彩3要素，色相的话大家都知道了，对不对？然后其次的话，我们要了解到的是它的一个。就是颜色的一个明度啊，什么叫明度的话呢？其实就是指我们一个颜色的深浅变化。就举其中一个颜色啊，就比如说这样的一个黄色，这个黄色越变越浅了。哎，大家再来看这个啊，这张图，就是它的颜色越往中间去，它的颜色越变越浅了，这个就是说明它的明度降低了。橙色也是一样的原理哈，一直到红色，它的颜色越来越浅，这个就说明它的明度有所变化了。那应用在水彩当中的话，我们明度要想去变化的话，非常简单，就是加水啊。来举一个例子啊，给大家实际操作一下。我们就拿一个红色来说，可以拿这个红色来举例啊，该是我们加的浓一点。看它调出来是这样的，取出来颜色是这样的一个红色，对吧？那我们再来放到旁边再去加一点水，再给它呈现在纸张上，看到没？它的颜色是有变化的，它的颜色变浅了，这个就说明它的明度有所降低了啊。当然它还可以更浅。这个的话，如果我们是呈现在甲面上的它的明度降低了，其实就是颜色会变得更透了因为我们要了解它的理论知识的同时，你要知道我们要操作在的这个水彩是要操作在指甲上的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让它在甲面上呈现颜色所以说的话，这种颜色在指甲上它最终呈现出来的一个效果就是它的颜色会变得更透。其实的话就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我们的一个国风山水来看一下这个是我拿出来的我们的一个款式，就是它的颜色，你看这种都是这个灰蓝色这种感觉，这种是墨蓝色，对吧？我们呈现在甲面上的一个效果，它的远处的山，对吧？远处的山丘呈现出来的是这种很浅很透的效果它的话就是颜色的这种明度会很高这个也就是我们颜色变浅了之后的一个结果，就越来越浅了。比如说我们就把这个颜色调出来我们这个当时用到的是这样的一个蓝色，看就是它是接近于黑色的。我们之所以把这个颜色放在水彩当中，就是为了给大家过后在呈现出国风山水画的时候，或者说更多的这样的颜色的时候，它可以直接拿来就取用那我们把这个颜色调出来，可以放到旁边这个位置，加一水进去，再去呈现出来。有
有变化，对不对？变浅了。那这个时候就可以说是介于它中间的一个位置，也就是中间的这个层次，可以看到它颜色是有变化的，但始终都是这一个颜色。再来浅一点。更浅了，对吧？也就是在甲面上的话，可以说它颜色更透了，也就是我们后面的这个位置啊，就是这样的颜色，然后逐渐到往前去加深一点啊，像这样的色彩，啊，这个位置的颜色就是可以说是理解为中间的，然后一直到最前方，也就是在画面当中离我们最近的这个视觉效果上啊，是离我们最近的这个山丘，也就是这样的颜色，或者是最深的啊，这个用到的就是这样的颜色。好，那我们可以继续来给大家举一下其他的颜色啊，都给大家画一下，对比一下。那比如说，我们再取一个这样的紫色。像我们水彩当中，如果你要取一个明度较低的话啊，也就是颜色更深这样的颜色的话呢，你就需要去加水，是水量是少一点的，或者说是同样的水分的情况下啊，就比如说我们在把这支笔啊深入到这个水分当中的时候，我们同样的是把水分加入到笔毛的2/3的这样的一个位置，然后我们在揉一个颜色的时候，揉得越久，它的颜色就会越深啊，就是这个意思啊。我们把这个颜色这样取出来，那同样的这个水分，我把这个颜色取走，同样的啊，老师还是蘸这些水分，然后我是在里面就是简单的划了2下啊，再来取出来的颜色就是要比刚才这个颜色要浅的，或者说是这样，你看，哎，同样的水分划一下，它们3个的颜色的这种明度就是不一样的啊。来洗一下笔，我们把这个颜色给它取出来，看到没？在这个上就是有很明显的一个变化的啊。我们再来，再去蘸这个颜色，看到就更明显了，对吧？就是它的颜色会越变越浅啊。那我们再来举一个，比如说蓝色啊，比如说绿色吧。绿色啊，我们就用这个，这是一个橄榄绿啊。这样，同样的，来，我们直接在这个上面去呈现颜色啊。同样的，我把笔毛深入到这个水分当中，沾到这个位置啊。我一般的情况下都是取到这儿啊，不直接会把这个笔杆会深入到里边去，因为这样的话会容易在笔杆上面留水分哈。来，这样多去取几下。通常的话，我们在甲面呈现颜色的话，基本上取个5、6下啊，已经这是它最深的一个颜色了。就再多的话啊，你要不停的去揉啊，可能就是揉个10来下啥的，它里面会吃入到的这个颜料会太多了，就是太强烈了啊，它这个颜色。然后如果我们放到甲面上来的话，它会是不结实的一个效果啊，它呈现出来这个颜色的浓度过高，它可能会在甲面上这个颜料有所堆积啊，这个是没有必要的。所以我们基本上取到5、6下啊就可以了。看，已经非常深了啊，这个颜色，对吧？然后我们把笔洗一下啊，洗之前的话我都是给它粘到这个纸巾上的。算了，我再拿一张纸吧。然后再去洗笔啊。好，同样的，占到2/3的一个去水量，然后我们来取啊，因为旁边这个地方已经是有一定颜料，我们在这儿取2下、3下啊。看到没？看到没？它明显是比这边颜色要浅的。啊，重新再去洗笔，再来2/3的一个去水量哈。我们在这边，因为这边已经沾过水了嘛，对吧？来就划一下啊，咱们就拿出来，在这里，看到没？非常透的一个感觉。然后它的这种就是属于是高明度的啊，我们来给大家去标记一下。
属于是明度、增强，对吧？其实它的关键点在于什么？加水，水量越高啊，就是水量含的浓度越多，它的明度就会越高。那我们在它的基础上的话呢，再教大家还有就是色彩3要素的最后一项就是它的纯度。颜色的话是有纯度的啊。什么叫做纯度？其实你就把它理解为颜色的饱和度啊。我们平时所谓的饱和度，色彩越饱和，其实也就是说的就是它的纯度越高。纯度越低，也就是饱和度越低啊。其实它就是颜色越来越发灰了，越发灰的话就证明它的纯度是越低的啊。我们来给大家，也是通过色彩给它呈现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啊。就比如说，完全取一个饱和度特别高的颜色啊，就拿这个颜色，一个艳粉色为例。我们再去给它调出来一个颜色啊。这样的颜色，就是它颜色发灰了啊。调色的原理，我们接下来我会再给大家去讲啊。先看，就这两个，如果说你对比不明显的话，是因为它们两个现在是在明度上其实就有变化了啊。就是这个颜色它是明度会更深的啊，也就是说它明度太低了，所以的话你这两个看着不明显啊。那我们再给大家来一个明显一点的。看到吗？这个颜色明显不？对吧？这样的颜色的话啊，就是它的颜色就没有那么纯粹了，你可以这么去理解，就是它里面的话就发灰了。当然我可以让它颜色变得更浅嘛，其实就像我们刚才所谓的明度的嘛，明度就是让它颜色变得更透，呈现出来啊，这样一个效果。对吧？就整个它的里面就是更强烈的一个灰不拉几的一个感觉啊，就东北话都出来了，就是呈现出来的这种效果。所以说它这种感觉就是我们所谓的纯度降低之后的一个感觉，它的颜色饱和度就没有那么高了。然后我们再来换一个颜色啊，再拿红色去举例啊，这个还是这个红哈。在这儿，这个时候发没发现我调色当中的一个规律？像我调到这个眉粉当中，我刚才去找的是一个什么样的颜色哈？我找的是一个绿色。然后红色的话啊，这个对比度就不能明显的不能再明显了，对吧？我加入到的是一个什么蓝色？那这个时候大家有没有感知到一个问题，一个现象，就是什么？我们要想降低它的纯度的话，我需要加的是一个什么样的颜色，对吧？是一个互补色。哎，就是我们再来看这个色环啊，当你不知道的时候，你就来找这个色环当中颜色就可以了。时间长之后，我们自然而然就有感觉了，加它的互补色就可以了。它就是会成功的降低我们的这个纯度啊，但是的话啊，这个是一个理论知识，我们在实际的应用当中，这个水彩我们在调色当中还会有变化啊，这个的话具体我们到后几节课会给大家继续去讲啊，这个的话就是一个理论知识我们呈现出来的一个效果，对吧？那这个就是所谓的一个纯度。
对吧？降低一个感觉就是它颜色会更发灰了一点啊，就是这一点大家可以说是我也写上来啊，发灰。哎呀呀呀呀，写错字了呢。饱和度降低。大家可以就简单的去看一下，记一下啊。然后的话，我们色彩三要素大家已经知道了，那我们还有一项就是什么？这个我都留到最后去讲了，是不是？最开始我们给大家看这个色环的时候，上面就有一圈标注出来了，也就是它颜色的冷暖。我们要学会认知到这个颜色的冷暖啊。但是的话，首先我们要知道的是，颜色的冷暖并不是说我们突然给大家一个颜色，你就能知道这个颜色的冷暖是什么的啊，除非是什么我们的三原色，大家那就很明显了，那红黄蓝这颜色都看起来就是暖洋洋的，对吧？那这个蓝色看起来就是很冷的，这一点的话，大家可能就分辨的比较清晰。但有的时候它的颜色一旦出现就是被调和之后的了啊，中间的这些三间色啦啊这样的颜色的话，你可能就很难去判断与它的冷暖了。啊，你可以先去凭靠着我们的色环当中这个颜色去记啊，但是的话，它颜色不可能只有这么一点，它是有变化的。那怎么说我们在看到这两个颜色的时候，能够迅速的去判断出来这个颜色的冷暖呢？啊，我们也是通过调色的方式去给大家呈现啊。纸巾，还是以红色举例啊。还是这个红吧，啊，还是这个红色。那我把它颜色现在给它调一下，让它冷暖有一个变化，我们再去判断啊，还是这个红。好，离它远一点。因为在镜头底下的话，他们两个要看的差异大一些的话啊，我们就再加强它的对比，让大家看不出来对比的感觉。这样啊，这样看起来会好很多。我们再换一个颜色，就是他们两个的话，你光从感觉上，明显就是颜色更暖了，对吧？颜色感觉更热了这种。还是这个红。看这两个啊，它们两个的颜色的话，明显啊，就先不要看这个，看它们两个之间颜色明显是这个要更暖，这个要是偏冷一点的，对吧？就是我们去判断一个颜色的冷暖的时候，它是要有对比的，就不能光看一个颜色，我们要再看它两个对比之后呢，明显这个就偏暖色，这个就是偏冷调一点的，对吧？那我们再来调一个，换一个颜色，我们这次换成绿色吧，还是以这个橄榄绿为例啊。这个橄榄绿本身的颜色，我们也去给它画出来。才会变成这样一个青草绿色。还是这个橄榄绿。
有这样一个变化。那它们两个之间的话，有个什么样的感觉？还是明显是上边的这个更暖，下面的这个更冷，对不对？它俩之间有一个对比。那如果说我们再去降低它的这个明度的话增强它的明度说反了，增强它的明度的话，你也是能够很强烈的看出来的或者说我们再加入一点点这个颜色。这两个颜色对比，哪一个更暖，哪一个更冷？是不是还是这个颜色偏暖，这个颜色更冷，对吧？然后我们再来红色的也可以再给大家对比一下其实这个时候大家也有感觉了，我的颜色什么样的颜色加进去它会变暖，对不对？加黄，就是它在这个色彩当中更泛黄一点就是它的黄色的元素会更多。我这个笔刚才没有洗干净继续来说，我们这个里面更偏黄调一点。它就是颜色就是更暖的，你在这个色彩当中看到的颜色，它更偏蓝一点，它的颜色就是更冷的这很直观的去分辨这个是也是我们调色当中的一个理论知识来给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就是再往后去调的话，它会越来越黄呈现出来的可能就是这种肤色呀之类的但是有一点是那种饱和度可能偏低一点的灰色肤色。来这边我们同样的就我去把这个颜色变浅了。这样和大家看起来更直观，对吧？它们两个同样对比，这个颜色一看一目了然，它偏暖，它偏冷就是我们的冷暖色系的话，就是在两个颜色或者是多个颜色对比之下，你去判断它的冷暖的是这种感觉的。而且那我们放到调色当中来，就像我刚才说的，加偏黄一点就是在它的颜色里面，你看到它越发黄，它的颜色就是偏暖越发这个颜色越冷的话，那就是加蓝色那这个也是我们在理论知识当中呈现出来的，给它也是标记上。可以说是冷暖，或者说是偏冷偏暖，写反了那这边也是，只能说它是说与偏暖的颜色，偏冷的颜色，就是同样一个色调同样的一个，我的字有点丑大家不要介意就是它在同样一个色调当中，颜色有的这样的一个对比好，那以上的话就是我们整体这一节课给到大家的内容。那么接下来我们在下一节课当中还会继续给大家去细化讲解我们的